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今天的课就是慧灯禅修的课啊，所以首先大家发菩提心啊。菩提心呢，我们之前每一次都有讲，也就提醒大家发菩提心。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啊，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啊，下定决心要成佛。为了成佛然后今天我们听这个法这样子这个发菩提心。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慧灯禅修的课呢在这个之前基本上就是2年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大家已经修了这个四加心，从人生难得死亡无常这样子一个一个每一个加心，大概就是修了这个150个小时这样子。然后我们基本上大多数的人就已经修完了这个四加心。所谓的这个修完是什么意思呢？这个150个小时基本上做到了，但是150个小时呢这是一个时间上的要求，时间上的要求大家基本上做到了，但是有没有达到这个四加心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目标标准这个呢可能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有些呢可能已经达到这个标准有些呢可能还没有达到。那标准是什么呢什么是标准？四加心的标准就是把这个4个加心每一个加心150个这个大坐的时间就是在桌上修150个小时，这样子以后最终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有出离心，有标准的这个出离心。有了出离心那就这个四加心的目的达到了如果还没有出离心的话呢，那就虽然是这个150个小时时间上做到了这个要求但是实际上呢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时间上的标准，就是需要的是实质上质量上的这个标准，这个非常重要。但是我想因为这个出离心的话就是不是很难，应该是大家都应该是基本上做到了那这个出离心呢，比如说像宗喀巴大师的3主要道里面讲的这样子的高标准的这个出离心呢也就有点难但是一般的低标准的这个出离心呢应该不是很难。那出离心是什么？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了出离心就是说，简单的说下决心要走上解脱道简单的说这个就是出离心。下定决心要走上解脱道这样子的这个决心就是出离心。然后高标准的这个出离心呢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出离心是时时刻刻无论是什么样的时候随时随地都离不开这样子的出离心，日日夜夜除了深度的睡眠以外都有这样子的出离心，是高标准的。然后低标准呢就是不是随时随地日日夜夜都有这样子的这个出离心，但是呢静下来打坐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出离心观察的时候思考思维的时候呢
确实是下决心，能下决心走上解脱道一定要修这个解脱道，不像在这个轮回有这样子的这个决定决心以后呢，就是有了出离心了那么这样子的这个出离心有没有，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也观察因为这个自己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其他人呢基本上没有办法知道谁有没有这样子的出离心只有自己才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修心是要一步一步的修如果前一步没有走好没有修好，这样子的话它一定会影响到后一个修法这样子以后呢，后面的每一个修法到时候都会受到影响都修的不是很标准，所以呢第一个修法我们必须要做好，做好了以后呢前面的某一个修法修得好，那么这个就是成为下一个修法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有了这么好的基础，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修，那么每一步都会有比较好的这个结果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认真的去观察自己有没有这个出离心出离心呢，我们在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讲过很多次大家应该清楚。简单的说，我们刚才讲的这样子就是下定决心要走上这个解脱道那么稍微再详细一点的话，那么出离心就是有2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深深的体会到六道轮回，整个的六道轮回都有不同的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痛苦，所以呢就是不太这个眷恋就是一向解脱，不像在流转这个轮回当中所以就是首先就是第一个发现六道轮回是痛苦的，有各种各样的痛苦，也有幸福呀快乐也有，但是呢是非常的短暂的没有然后痛苦就是更多所以这个就不像在轮回不像在轮回，下一世我们再出来的时候呢，不像以现在的这样子的身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以现在的这样子的身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话那是非常恐怖的。因为这一次呢，因为我们自己的上一世过去的这个福报这一次我们就是遇到了这个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所以我们不是很茫然如果修不好的话，那就是如果再回来，万一我们这一次这些修的这些东西呢就不稳定然后下一世呢出来再回来的时候呢，如果全部都忘掉了这样子就是非常的可怕。所以觉得不像所以就是不愿意在轮回一定要解脱下一世或者是下一次可以再回来可以再回来，这个并不是说永远都不回来，可以再回来，但是回来的时候呢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那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成就，然后回来是为了完成我们这一世还没有做完的事情或者是为了度化众生也有这样子的有使命的回来有目的的回来。我想我们现在这一世呢没有使命没有目的，只是因为我们过去造的业这个业力让我们回来
除了这个业力的安排以外呢，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个使命，没有目的如果下一世也是这样子的话这一次呢，我们因为过去的福报遇到佛法了，如果下一世如果再回来能不能遇到佛法就没有把握修心没有修好的话就是没有把握的。如果修心修到一定的程度的话，那就是没问题的。所以就不像这个轮回深深的体会到轮回当中呢，也有一些短暂的幸福呀、快乐呀也有但是呢就最后的时候呢，都这个所谓的幸福呀、快乐呀，都会很快就会过去然后呢，为了这些幸福快乐，都要付出很多很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样子觉得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呢，我要解脱有这样子的这个决心就是出离心了第二个就是下决心我要解脱第一个的标准第一个条件就是深深的体会到六道轮回是痛苦下一世再这样子出来是没有意义的这个第二就是所以我要成就，所以我要成佛这个就是第二个条件这两个叫做出离心，这大家已经应该是很清楚的。那我们修了这个四加行就是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这个出离心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观察有没有出离心，这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有了出离心以后呢这个就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想修心我要修心，我要走上这个解脱道这样子下了决心了。那么下了这样子的决心我们准备走这个解脱道。那准备走解脱道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需要这个依止依止上师，依止善知识。所以这个大圆满的前行里面呢，前行引导文里面呢先讲这个四加行，然后再讲这个解脱的利益这些我们都已经讲完了。然后呢这个完了以后就开始讲这个依止上师依止上师。为什么依止上师就在这个中间这个地方讲呢？就是因为我们前面修了四加行就是有这个想法我要解脱，这个想法已经下了决心了。那么下了决心，我们怎么样解脱呢？我已经下决心我要走解脱道那这个解脱道怎么走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依止上师依止善知识。因为我们依止了善知识以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解脱道上面可以顺利利的可以走下去如果我们没有依止上师没有依止善知识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虽然是这个下决心要走解脱道，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走解脱道所以这个地方呢讲了这个善知识依止善知识。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就简单的讲一下这个依止善知识。为什么是简单的呢？因为这个善知识依止善知识的方法依止善知识的重要性这些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很多次不止一次，讲过很多次。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也有讲过很多次但是我们今天呢也要简单的要说一下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大圆满的前行引导文里面呢这个依止上师它分了这个三个阶段依止善知识或者依止上师分了三个阶段。我们就是按照它的这个步骤去依止上师依止这个善知识。第一个步骤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观察善知识观察
赏识，观察赏识。然后第二个观察了我们就是找到了这个标准的善知识以后呢去抑制善知识。那么抑制怎么样去抑制？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抑制什么叫做抑制善知识？这个就是第二个步骤。然后第三个这个步骤抑制了以后呢就是要修学上师的疑性疑就是上师的这个精神上的，比如说像慈悲心呢还有这个证悟空心的这个智慧这都是疑行就是上师的这个利益众生弘法利生的或者是个人的这个修心闻思修的这个行为就是这叫做这个疑性最后要学上师的疑心善知识的疑心这样子三个这个步骤，这三个步骤是非常的重要了那首先我们要这个抑制上师的时候呢，首先要去这个观察这个我们曾经都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就是照错了这个善知识就是在佛经里面就叫做恶知识恶知识就是让我们走上相反的这个路就是这样子的人把我们带到这个除了解脱道以外，就比跟解脱道相反的这样子的道路上的人叫做恶知识。他不管是我们的朋友也好，亲人也好，兄弟姐妹也好，父母也好什么人也好，从世俗的角度来讲离我们最近的最亲的这样子的人，但是呢从佛法的角度来讲，有可能他们是恶知识都有可能的，并不是说这些都是恶知识，有可能那这个如果遇到了恶知识恶知识呢，它以各种各样的身份出现有些呢就是以上师的这个身份出现以上师的这个形象出现然后呢以上师的这个身份形象出现然后呢最后让我们教我们的不是佛法教我们的不是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和证悟空心的智慧就是反而让我们去做一些杀盗淫妄，还有就是这个贪嗔痴这样子的这个事情。这样子以后呢，造更多的业而且这些杀盗淫妄、贪嗔痴这些都是以表面上呢，就是以佛法的名义佛法的名义，如果不在这个佛法的名义下面的话，那可能很多人也就不想去做本来就是想学佛的人，所以不想去做。但是呢这些都是以佛教的名义，以佛法的名义以修行的名义然后呢最终就是杀盗淫妄走上这个世俗的追逐名和利的这样子的这个道路上是这个就是恶知识所以呢我们要这个找到一个这个标准的善知识，是跟我们以后的这个修行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没有找到这样子上师的话，那我们确实是没办法修行的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找到标准的这个上师善知识，还是以我们自己的福报来决定我们为什么有些人呢就是遇到了恶知识就表面上呢就是说看起来是很伟大的人就是说自己有神通，然后呢看起来好像也是有神通的然后呢也帮我们这个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呢也就得到这个解决，比如说做生意等等
这个算命啊、八卦呀，或者是直接讲这个神通等等，以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呢，最后我们的这个得到的结论不是在这个修心的道路上的任何的这个收获，而是就是违背的最后就是得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结论所以这是因为自己没有福报自己这个我们修前心的时候也讲过，比如说这一世当中呢就喜欢讲这个邪见有邪见这样子的人，那以后也就会遇到这样子的恶知识所以这个都跟自己的过去的一些事情有关系。然后呢，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标准的这个善知识，那也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福报所以都是跟我们的福报有关系虽然是对我们的福报有关系，但是呢，也不是我们等着福报来决定我们自己不去观察，那这样子也是不对，所以要观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尤其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末法时代以佛教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末法时代一个现在非常混乱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当中每一个人的心都这么的这个浮躁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机会静下来去思考这些佛法里面讲的这些见解行为然后呢，大家都不愿意静下来去修一座两座都是成问题这样子每一个人的这个追逐都是向外，就是不是命就是离这样子的时候呢找到一个善知识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难非常的难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得要去这个观察，如果找不到这个好的善知识的话，那就以戒为师以静为师。佛经看看佛经能懂多少就算多少能够这个了解多少就算多少，就只能这样子以静为师以戒为师，就是受这个居士戒受菩萨戒这样子以戒为师在没有上师没有标准的这个善知识的情况下呢就只能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观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身份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心想的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善知识这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这个如果搞不好的话，那就是跟这种人结了缘以后呢，因为我们大家也是初学者，我们也就没有能力去分辨这些事情最后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也被洗脑了以后呢，就是最后我们也不知道这是真和假反而我们认为这些很多的这些不如法的东西呢，我们也就反而觉得如法别人的劝导我们也不会听就会很多人会是这样子有可能变成这样子，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这样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学的话，那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但是学了以后呢，这样子走火入魔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学佛的人必须要观察善知识，特别的重要。我想比如说我们学佛的话可以分两个层次一个就是人天乘那这个人天乘如果有上师那非常好，有善知识但如果没有善知识的话呢，那也就是问题不是很大，因为他没有涉及到太多的这个修心这样子，然后就相信因果，然后相信这个轮回，在这个基础上呢，尽量的
心善断恶，这样就可以了。这种学佛叫做这个人天成，那要求不是很高。如果这个没有很标准的善知识的话，那也应该是不是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学佛呢，就是我们像现在这样子，这个四加行、五加行，一步一步的这个学一步一步的修这个就需要一定要有这个善知识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一个的话，比如说我们比如说这个学人天福报，学人天成，它也并不是说不需要善知识。万一比如说讲神通的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搞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密行的就是遇到这种人的话呢，虽然他没有去修心，只是想学一下人天福报，最后呢人天成也学不成，最后就是走这个邪路这个都有可能。所以要观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没有善知识呢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学。尤其是我们遇到稍微高一点的这个修法这个时候呢，确实是如果没有善知识的这个引导还有除了引导以外，还有就是这个上师的加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文字去学习不是很难可以学，但是呢比如说像内在的这个证悟这些是必须要有上师的加持没有加持的话，确实是没有办法的。这个书本是这个时候不起任何的这个作用，文字还有这个语言的这个传播这个时候是不起任何作用。这个时候呢全靠这个加持，上师的加持这些时候呢没有善知识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学习修行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观察，特别的重要。大家不要去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了，不要去听比如说自称是什么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大德自称是什么活佛多少的专师或者是什么了不起的瑜伽师，或者是空心木等等这个都不要去听我们佛教的一个原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呢，就是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看这个人有没有他有没有这个佛法佛法是什么呢？佛法就是教正就这两个，教法和正法就这两个。正是什么呢？正法是戒定慧戒定慧。比如说我们某一个人他说他自称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那我们先不接受先也不否定不接受。然后如果我们想把这个人作为我们的上师，如果有这种想法，有这样子的打算，那要去观察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想法，那就不要去观察别人的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必要，也不能去观察自己，不要观察别人通常都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想这个人如果想当做我们的上师的话，那就不要一下子就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有些人非常非常会说话就是那有些时候呢，我们听到别人身边的人也就会帮着有些人说这很了不起的，有神通有这个身边有多么了不起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自己去相信了那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就听到这样子的时候，然后先要淡定不要激动，要去如果想
一致的话，那就去观察去观察。观察什么观察我们刚才讲了原则就是依法不依人。首先法就是我刚才讲的很简单就2个字，佛教教教是什么？教就是2个字佛法法是什么？法也是2个字2个字就是教和正教正两个法。正是什么？我们刚刚讲了戒定慧戒定慧叫做正法正法戒定慧它受什么样的戒？有没有这个别解脱戒？有没有菩萨戒？有没有密乘戒？然后定就是有没有禅定慧就是有没有智慧就在从这个方面去观察这个是这个正法。然后呢教法教法就是他有没有闻思修尤其是有没有这个听闻佛法懂不懂佛法三藏懂不懂，就是了不了解他懂不懂佛理懂不懂佛教就是这个方面这2个方面这些都如果觉得可以的话，那就我们可以这个当做上师。然后上师的这个标准呢虽然讲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佛经有不同的标准密法呢有密法的标准，大乘佛教有大乘佛教的标准小乘佛教有小乘佛教的标准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在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里面就讲了一个这个上师的标准，我们简单的去看一下这个标准这个标准已经是比较高了这个是比较高了，但是呢作为一个密法的上师的话呢就是需要具备这些这个里面讲了12个条件当然这个12个条件呢每一个条件都有高和低都有的，至少这个12个条件呢要这个至少要具备这个D标准这个是不能没有的。所以首先要观察这个上师那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获得不间断的成熟观定比如说作为一个密宗的这个上师的话，那他自己是必须要有观定的而且就需要有非常标准的观定标准的观定他自己都没有观过定或者是自己也没有观过一个很标准的这样子的定密法里面呢讲4级观定4级观定4级观定呢是密法的一个比较标准的这个观定但是这个4级观定比如说虽然观过定但是什么也不懂的时候观的定比如说是当时接受这个观定的时候呢是一个5、6岁的小孩那这样子的话5、6岁的小孩还得什么观定呢？很难就很多都不懂然后呢虽然这个时候已经是成人但是呢因为语言因为是语言的问题，就当时什么都不懂，只是知道在观定其他什么都不懂的话，那也这个观定也不一定就有标准的观定等等就是观定它有自己的这个因和缘因缘，这些因和缘全部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够得到观定。那么如果这些因缘不具备的话，那就得不到观定的那这样子就是要观了这个标准的定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如果自己没有观过定，那就没办法做密法的这个上师。第二没有违反观定的时候所守的这些实验也就是主要是指的是密法的这个密乘戒密乘戒是比较容易犯但是也比较容易忏悔忏悔了以后呢也可以重新受这个密法的
官丁啊，密法的官丁重新授的时候，如果有上士啊有人官丁的话，那就是最好的。如果没有人官丁，那也就是冠相啊，冠相上士啊，就是像我们在这个吴家兴的那个上士瑜伽啊里面呢有受官丁的这个官相啊，通过这个官相去受官丁也可以。所以密法界密乘界的这个密乘界呢容易犯，但是呢也就比较容易忏悔，也之后呢也要这个可以重新受啊，但是如果不忏悔的话，那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罪业第二就是至少没有最好是没有犯过密乘戒啊，即使是犯了密乘戒，也就是及时的忏悔了忏悔，这样就可以。第三烦恼及分别念微弱他没有说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没有分别念，那这个要求就是相当的高就没有说没有烦恼，烦恼有允许有烦恼，但是呢微弱就是烦恼至少没有像普通人这么的这个严重烦恼比如说这个抱怨仇恨然后就是这些欲望等等，这些都是没有像这个普通人那么严重的微弱这也算一个。如果没有分别念没有烦恼，那当然是更好了，但是有的话也就不烦恼不强这样子。第四就是精通密法的这个记道国各方面的这个密法的这个教义密法的这些内容必须要精通的。如果密法的内容不精通的话，怎么作为这个密法的上师，没办法做的，所以这个是必须要精通的然后第五的话这个也有一定的这个难度面见本尊就是本尊修本尊的时候最好是见到本尊的如果没有真实的见到这个本尊，但是呢比如说不管是在梦里面也好，什么时候也好，得到过本尊的这个加持这样子的这个精善精美，就是比较完美的在这个本尊的修法已经修的是比较完美的比较完美，这样子。这是这个第五第六呢就是限量的证悟限量证悟，这个是开悟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如果没有开悟的话，那就是要作为这个密法的金刚上师就很难那个大摩祖师的这个论里面呢也讲过了，这个要作为禅宗的禅师作为禅宗的善知识的话，那也就必须是一个开悟的人才可以。如果没有开悟的话，那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这个上师，禅宗的上师那大圆满和密法呢就是更加的需要这个真悟，所以必须要真悟。第六第七，除了真悟以外有大悲心就是内心当中充满了这个大悲心有大悲心有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人。第七。第八就是断除了这个对现实对精神世间的这个贪执贪执呢不一定完全是没有贪执，但是呢就是不像普通人这样子去追逐现实的名利不去这样子的这个断除现实的这个贪著。第九，为了来世精进的这个意念正法，就是精进的修法为了下一世再下一世，为了长远
就是努力的修行的人比如说为了下一世或者是为了未来的这个解脱不修行，然后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去这个追逐自己的名和利这样子的话呢，根本就没有这个做金刚上师的这个标准资格，连我们普通的一个善知识的这个资格都是没有的这个一定要分清楚。我们不能跟错人不能跟错人。这个是比如说我们在世俗，比如说在工作上找一个生意的伙伴这样子的话，那得要考虑一下这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世俗这个要交个朋友，那这样子的话得要看一看这人怎么样可靠不可靠等等那更何况是这个带我们走解脱道的人，这个必须要观察的。如果在世俗的这些问题上呢，如果实在是失败非常失败的话，那也就是在世俗的一些问题上呢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损失除了这个以外呢，不会涉及到下一世怎么样，不会涉及到这个解脱的道路上的什么事情最多也就在工作和生活上会受到一些影响而已如果这个善知识跟错了那么这样子的话，除了工作和家庭和生活也许会受到影响，它主要是这个修心就是生生死死的问题这不是这一辈子的问题，就是生生世世的问题。然后就是在解脱的这个道路上一定会受到这个很大的影响，很大的这个损失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好的这个上师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要找到好的上师想找就能找吗？没有那么的容易，就是因为这个现在这样子的魔法时代呢，要找到这样的上师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样子的上师从哪里出来呢要人培养出来的，要培养的那有没有地方培养呢？地方现在已经培养这样子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我们的这些寺庙都是被商业化都已经被商业化了然后呢几乎里面没有什么佛法了佛法是什么呢？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寺庙就是金碧辉煌的，然后呢里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佛像，各种各样的佛塔这样子是不是佛法？有了佛法呢？当然不是，这些都跟佛法没有什么关系。佛法呢就是两个字，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校正这两个字。比如说某一个这个寺庙号称是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寺庙然后等等等等但是进去了以后呢，里面就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什么叫没有什么呢？就是不是没有佛像不是没有这个建筑物，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庄严的，佛像都是非常的庄严的，这些都是条件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正和教校正，教法和正法。教就是闻思修，有没有闻思修？没有，在这个寺庙里面没有人讲，也没有人听然后呢没有人讲，没有人听，就更没有人去思考了然后呢也没有人去这个修那没有闻思修都没有了以后呢，那这样子的善知识不会从天而降下一世下一代人那到哪里去找这个上师？下一代人50年以后100年以后的这些人，他们如果想医治一个好的上师，那他们到什么地方去找呢没有因就是没有缘。如果现在不培养没有地方培养，那下一次这样子的人就是除非是佛菩萨的这个化身突然间出现，无因无缘的出现，否则的话
是因为已经没有培养这样子的人的道场道场有场地，但是场地没有道没有道，没有道，然后呢有场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些场合这些场地都不能提供道，都没有道有场没有道现在都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些地方呢是没有办法培养这样子的这个善知识那这些地方没有培养善知识，不培养善知识，那善知识从哪里来呢？没有来源没有来源了，所以以后的话，这个善知识可能是就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而且非常好的这些善知识呢，就更加的更加的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新一代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是非常非常的浮躁，因为外面的这些诱惑，外面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以后呢凡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凡是人都是一样，因为有太多的外在的这些诱惑，外在的这些东西，这个花花世界里面呢，能够静下心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容易的，除非是修行本来就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的人以外都很不容易的。所以未来这样子的这个善知识是非常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的难。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就是以过去的那些非常了不起的上师，他们培养出来的一些老一辈的这些上师，现在还在几个，但是呢也不多，也是一年比一年少所以有这样子的上师的时候呢，大家要努力我们是这些老上师走了以后，就是没有什么上师了所以呢必须要这个要珍惜这特别特别重要。但是未来的人呢，我想可能是更加的可怜可能是更加的这个善知识呢更加的少也许是从现在的情况去推的话是这样子。当然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度化众生的事业，它永远都不会停止的，所以也许没有那么的悲观也许会有这个情况会有变化的，应该会有的也应该会有的但是通常的这个推理的方法去推的话这个确实是很悲观的这样子有场没有道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以后如果要继续学的话，到哪里去学？没地方学了没有人告诉我们就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怎么去修只有这个时候呢，我们只有靠这些书本只有这些书本告诉我们怎么去做但是呢这个书本呢也就只告诉我们一部分的内容，它不会全部能够让我们明白所以是很难的现在我们就是有一些这个标准的上师，老一辈的上师还在的时候呢应该是大家要努力的，以后就很难然后第四就是现见轮回的痛苦，升起强烈的出离心这个是不是很难然后呢全面他人升起出离心，这个是善知识是什么样子？比如说自己修菩提心，然后呢劝勉别人修菩提心的叫做善知识，自己修出离心，然后劝别人修出离心的叫上师自己修空心然后呢劝别人修空心的再叫做这个善知识这是第四。然后第十一以各种各样的善巧的方便施受然后调伏弟子的这样叫做这个善知识。比如说其他的这些
这些条件都具备了但是呢他根本就不去以善巧方便去施受他是自己修行，就一个人的不利这样子的话，虽然这些人是非常了不起很伟大，但是我们没办法学习没办法跟着他们学习，所以这也不是，所以也有有善巧方便愿意摄受弟子的也是一个条件。第11、第12依照上师的教言行持就是具有传承的加持。那么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做上师的他首先要做好弟子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大学里面的非常优秀的这个教授他首先是要做好学生然后呢当他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做好学生，然后呢跟着他的老师学，最后呢他就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教授这样子。所以任何一个人他首先要做好这个弟子，然后弟子做好了以后呢再去做上师连弟子都没有做好这样子的话怎么可能有什么资格去做上师呢所以就是做上师的就是要依照他自己的上师的这个教言去行持去修心去闻思，那么这样子的人是有这个上师的加持就是按照上师的去做去修这样子的人才会有这个上师的才有可能有上师的加持。这样子这个12个条件呢就是一个密法的这个修心的上师的这个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呢也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就算是一个中等的中等偏上的一个中等偏上的这个标准但是这个也不容易这里面的这些都不是很容易的，非常有些是很难的。简单的说第一个有出离心，强烈的出离心第二个有真实无为的菩提心，然后第三证悟有证悟的见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归纳这个当中，这也是这个上师但是呢如果要做密法的上师呢，那就需要有这个本尊的修心这些都需要到一定的这个层次的这样子的人才叫做这个上师最低的标准最低的标准，低的不能再低的这个标准呢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大乘的这个善知识的话，那首先也需要有这个真实无为的世俗菩提心这个是最低的标准，必须要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那就是没有办法做大乘佛教的这个善知识首先必须要有这个真实无为的世俗菩提心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在这个基础上是开悟明心见性的人已经是明心见性的人，你如果自己没有开悟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让别人开悟然后呢还有这个除了这两个以外呢，就是前面讲的有善巧的方法，把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还有证悟空心的这个方法能够通过善巧的方法传递给这个学佛的人让他们也拥有出离心跟菩提心有这样子的善巧方便的人叫做这个善知识这个是善知识的一个标准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确实是这个真假都不好辨别
谁是真谁是假都说不清楚啊，非常的难啊。每一个人都会说自己非常了不起啊，每一个他的身边的人都告诉我们他就是非常了不起啊，没有一个人说自己不怎么样，没有一个身边的人说他不怎么样，所有人都是就一样的啊，所有人都一样的说都是很了不起，但是好像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了不起的人啊，如果都是的话那没问题啊，但是呢好像也不是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必须要懂得观察啊，不要盲目的去崇拜啊，盲目的去崇拜，这个就叫做这个迷信啊，这就是迷信啊，所以我们不要依人不依法啊，我们必须要依法啊，不依人。为什么善知识上师为什么要这样子观察呢？需要这么长时间的观察呢？这个就是因为不能依人，就是要依法以法为主比如说依人那依人不用依法的话，那我们就是自己喜欢什么人，就是把它当作上师就完了，当作我们的善知识就可以了但是因为依法不依人的话，那么人这人主要就是有没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教法和正法有，那就可以做我们的上师。如果没有那么这个人不管怎么样都不能作为这个不够资格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要谨慎尤其是现在这个年代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些人真的是这个已经就被洗脑了以后呢，确实是再怎么样佛经上面讲的这么清楚了，有人也就是朋友亲戚通过什么样的人都没办法劝导，都没有办法，都听不进去的很这个很难的，所以就是我们还没有这样子这个没有被这样洗脑之前通过这个佛的智慧去观察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这是第一，这个观察赏识然后接下来第二呢就是观察了以后观察我们找到了一个这个善知识以后呢，我们就医治那医治怎么样医治？刚才我们简单的讲了还有大家要进一步的去阅读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大家要去阅读，然后呢还要去学习这个龙钦巴尊者的大圆满心喜修习大圆满心喜修习这个里面呢也就讲了医治上师的这些方法讲得很透彻的，讲得特别特别的这个到位这个我们一定要学习非常的重要。然后第二我们医治上师医治上师怎么去医治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个华严经华严经里面怎么讲这个医治上师那它不是它不仅仅是密法的要求仙宗也是一样的，然后不仅仅是藏传佛教的要求汉传佛教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华严经华严经的这个入法界品入法界品的第39第39至18第39也有就1、2、3、4、5、6这样子的这个18，就是在这个里面有一些这个关于这个善知识方面，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看看，大家有这个大家有对，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也可以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会讲这个全文
有一部分我简单的讲一下，然后剩下的自己去读自己去看就知道了。善知识怎么样医治有多重要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华严经入法界品的第39当中呢讲，善男子如求善知识，不应疲倦就是说我们这个医治善知识的时候呢不要觉得很辛苦不要疲倦再怎么样再累再苦也得要去医治。就像当年弥勒日巴大师弥勒日巴医治马尔巴的时候的那样子是再累再苦也得要去这个医治不应疲倦。见善知识勿生言阻这个比如说我们见这个善知识的时候呢，就觉得有些时候就觉得太麻烦太辛苦就不见了，或者是我们见了一次就足够了，不再去听了，不再去见了，不再去问问题了这样子。勤闻善知识无但劳苦这个比如说我们去向善知识请教的时候请教求法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不要怕不要怕这个辛苦，不要怕累。亲近善知识无坏推转亲近善知识，我们跟着善知识学习闻思这样子的时候，然后善知识要求我们闻思学习修心这样子的时候呢，给我们布置了一些功课这样子的时候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很难做不到这样子想推转就勿怀推转。供养善知识不应休息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以自己的这个能力帮善知识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供养这个地方的供养的意思就是我们帮善知识做一些弘法利生的这个帮助，这就是最殊胜的这个供养。比如说我们现在平时讲的这个发心我们去这个弘法利生，帮弘法利生发心当义工做一些事情等等，这个叫做供养善知识，就是这个意思。不应休息就是说不要间断这个翻译，这是翻译的区别，说是不要休息，但这个不一定不是说一点都不能休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间断不要间断。比如说我们帮上师做一些这个跟弘法利生有益的有关系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做了1天2天以后就不做了，间断了就是不要这样子，就这个意思不应休息。受善知识教不应倒错就是我们去听这个善知识的这个教言的时候呢，不要理解错不能错误的理解不能误解不能错误的理解，要正确的去理解。学善知识行就是去向善知识学习这些行为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不应疑惑下面就是都是类似于这样子的闻善知识言说出离门出离门是什么意思呢？从我们这个轮回当中能够出取的这样子的方法叫做门方法叫做门。出离门是比如说四加心五加心或者是出离心菩提心证悟空心的这个智慧都叫做出离门我们向善知识听这样子的这个善知识讲这样子的这个处理的方法的时候呢，解脱的方法的时候呢就是不应犹豫这个时候就是不能犹豫。然后减善知识随顺烦恼性比如说众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烦恼，然后呢就是众生有各种各样的烦恼，每一个人的根基不一样，然后呢善知识度化这些众生的时候呢，就是为了就
为了能够适合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烦恼的人然后呢善知识调伏这个众生或者是度化众生的方法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有各种各样的行为的时候呢无声现怪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怪，这个是为什么是这样子？上师为什么这样子呢？善知识为什么这样子呢？怎么可能这样子呢？这个就是不对的，因为当然不是所有的所谓的善知识真正的善知识呢，就是为了度众生就可能会有一些比我们通常的标准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也不要生气先怪这个太奇怪了，怎么可能这样子呢？不要这么想。与善知识所生深信尊敬心就是我们对善知识已经升起了这个尊敬心以后呢，恭敬心以后呢不应改变就是这样子这些是抑制善知识的一些方法华严经讲的。然后下面呢再讲那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善知识是这样子那么重要呢？何以故善男子，菩萨因善知识听闻一切菩萨诸行比如说作为一个菩萨这样子的话，他首先这个听大乘佛教的这些所有的法所有的教义都是因为善知识没有善知识我们怎么能够听得到佛法呢？我们怎么能够听得到大乘佛教呢？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听到这些佛法所以就是因为善知识，所以听闻一切这个菩萨的这个行为所以就是这么重要，成就一切菩萨功德因为善知识所以就成就了一切的这个功德畜生一切菩萨大愿因为善知识菩萨因善知识，这句话是后面的这些都需要的因菩萨因善知识，就是因为善知识，所以呢出生一切菩萨大愿。比如说我们发愿发这个菩提心还有就是像像普贤行愿品里面讲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大乘佛教的这些愿我们怎么知道发这样子的愿呢？还不是因为善知识吗？没有善知识我们哪里知道这个要发什么样的愿呢？这个也是善知识应发一切菩萨善根菩萨的善根就是比如说我们学了善殊胜像慧灯之光里面讲的这种善殊胜，就因为有了这样子的善殊胜，先是有发心发菩提心，后面呢有这个回向这样子的话，这个所有的这个善都成为菩萨的善根无论是烧香拜佛什么样的善都成为菩萨的善根。那善殊胜这样子那如果没有这个善知识，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要这样子发心，要这样子回向呢？就是简单的说这些都是因为是善知识因为有善知识，所以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发愿因为有善知识，所以我们懂得要这个积累什么样的这个心，什么样的善根积集一切菩萨诸道这个诸道就是这个资粮，我们积累资粮的时候呢，也就是因为有了因为有了善知识，我们才懂得积累福报积累资粮。如果没有善知识，那我们怎么懂？根本就不可能懂的。总而言之下面的自己看，我们不一个一个讲了总而言之，我们在这个
菩萨道啊上面的所有的闻思修啊，然后呢戒定慧这些所有的功德都是因为善知识，因为有了善知识以后呢，我们才有了这些这个我们因为有了善知识，我们才懂得持戒禅定，然后呢修智慧。因为有了善知识，我们才懂得闻思修没有善知识，这些都不可能有的。所以呢善知识就是因为这么重要，所以就前面讲如求善知识，不应疲倦，这是这个原因。然后下面再讲了一下那个这个善知识的功德善男者，菩萨有善知识人持，不多恶趣如果有善知识施受的话，那就不会多恶趣的有善知识施受，不推大乘如果有善知识施受我们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不会推转不会推出这个大乘佛法。有善知识胡念不会犯菩萨戒。护念的意思就是善知识常常保护我们，催眠我们保护和催眠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不会这个毁掉菩萨戒有善知识有善知识守护有善知识的守护不遂诸恶知识遂诸恶知识就是说这些就是让我们离开闻思修，离开戒定慧离开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人不管是亲人也好，不管是朋友也好，什么样的人也好，这叫做恶知识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善知识的这个守护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有可能跟着这些恶知识走跟这些恶知识走，因为有了这个善知识的守护，我们就懂得跟着善知识走，不走就不跟这个恶知识走所以这个善知识就是这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子然后剩下的文字呢，大家自己看是差不多的意思。然后还有就后面有讲到善男子善知识者如慈母善知识呢就是像这个慈悲的母亲一样的如慈母。为什么这么说呢畜生佛种故佛中就是我们就是为什么出生在人间呢？就是因为有了慈悲的母亲把我们生到这个人间，我们就成为一个人这样子。然后呢因为有了善知识然后呢善知识让我们出生在这个佛中佛的种类我们母亲把我们出生在人中就是在人当中人的这个人类当中，就人中但是那个时候呢，虽然母亲把我们变成了这个人类，但是还没有让我们变成了佛种佛的种类那么第二次的时候呢善知识让我们发这个菩提心，让我们发慈悲心第二次再出生再出生什么呢就出生于佛种，我们就变成了佛的这个种类所以呢就像个这个慈母善知识者这句话是跟后面都是一样如慈父。为什么呢？广大利益故在修行的道路上跟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利益帮助，所以就像父亲一样然后善知识者如母如母就是不是这个生母过去的比较条件比较好的
家庭都是这样子，这个孩子生了以后呢，然后就交给另外的几个这个女的去去养那这个亲生的母亲呢，生了以后就是交给其他人，就像现在的这个保姆一样，叫做乳母乳母守护不临做恶故就是不让我们去做这些杀盗淫妄这样子，这些都是善知识善知识的。下面呢我们其他的文字呢自己去读就知道很清楚的下面有一个呢，比如说入学山增长一切智要故，这是什么意思呢？学山是比较这个高的地方有些药有些草药做药的一些这个草药呢，有些是在比较高的地方就是在雪山下面就像雪莲花一样的这个草药，它不会在这个海拔很低的地方，就在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叫做入雪山增长一切之药，就是这个意思。有些草药呢就生长在比较高的地方不是长在雪山上，就在雪山脚下然后呢，这是一个这个善知识的功德。然后下面呢就讲我们怎么样去这个抑制善知识，抑制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做夫此善男子，如称是一切善知识，应发如大地心应该发像大地一样的心我们抑制善知识的时候呢，我们要发像大地一样的心大地的心是什么呢？大地这个比如说人、建筑物任何一个这个比如说动物、人类、动物、植物、建筑物，所有的都在这个依靠这个大地就在依靠大地。所以大地呢就是承载这么多的这个重量这么多的重量它都愿意的同样的，我们抑制善知识的时候呢，就是要承视一切善知识的这些事情就像密拉尔巴大师一样，当年这个密拉尔巴大师这个抑制马尔巴大师的时候呢，那就是这样，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再大的压力，再多的事情他都会去做就是这样子。那么下面的这个比如说合乎中任无疲倦故比如说我们要这个要去这个做承受再大的压力再多的事情也得要去做，不疲倦的去做等等下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这个内容大家自己读就明白我们这是这个抑制善知识的这个方法抑制善知识的方法。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呢一个内容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第3页上面，夫此善男子，如影于自身生病苦相就是说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像一个把自己观想，或者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病人一个患者如影于自身把自己当作一个这个生病苦相生病苦相，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患者然后呢与善知识生益往相善知识呢就把它当作一个医生非常高明的医生，于所说法然后善知识给我们讲的这些法就是把它当作良药生良药相，然后
于所修信。然后我们听完了以后呢，听了这个善知识的这个法以后，然后我们去修那这个修心把它当作什么呢？于所修心生处宾相就是治宾治宾相。然后下面的都是这样子的都是类似于这个内容的，都有很多这个大家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内容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后面的自己学就可以了。这些都是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去抑制上师的一些这个方法都讲的是这个抑制的方法。然后像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讲这个是抑制上师的时候呢，都引用了这个华严经里面的这些内容。那我们呢直接在华严经上面就大家学一下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以外，还有其他类似的这些内容呢，大家自己去学习这样子就基本上就会明白的。那么我们呢要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去抑制善知识，因为刚才我们前面听到的一样，这是佛亲口说的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发个愿就发个愿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我知道这样子发愿是对的呢那还不是就是我们听了善知识的这个教导。如果没有善知识那我们发个愿都不会发那修心呢打坐呀这些就更不可能了。所以这一切都是来自于这个善知识所以呢我们在以后的这个修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善知识。没有善知识的话，那我们根本就是这个路是没办法走到开悟为止，到证悟为止那证悟了以后呢然后就可以这个没有善知识自己可以修在开悟之前是必须要有这个善知识的帮助如果没有善知识呢，我们没有办法去修心。这是第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3个步骤当中的第二，就是这个抑制上师的方法第一个我们刚才讲了观察上师，然后呢第二个就通过这个观察我们找到了上师以后呢，第二个就是抑制那抑制是怎么样抑制呢？就是刚才就这些方法抑制上师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上师让我们去修的这些法自己去修比如说修出离心、修菩提心那这是最好的这个抑制上师的方法，其他的都不重要这就是有这么一个就够了比如说讲了三种供养3种供养当中呢，最好的最上等的供养大家都知道是法供养法供养就是去修心去认真的修心，这个就是法供养这也就是抑制上师的最好的方法如果我们抑制了某一个上师非常优秀的上师然后呢我们不去修心不修心不闻思不学习不学法通过其他的这些世俗的手段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抑制那这个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抑制善知识是以佛法以修心来抑制如果没有以修心抑制如果没有以这个法供养，那么其他的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抑制上师虽然讲了很多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个当中呢重点是什么，这个大家必须要明白这是第二然后第三
第三，我们第一个是观察了赏识，然后第二呢也就一致了。那最后呢是什么呢？就是要修学上师的这个疑心，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上师有慈悲心，那我们要向这个上师的慈悲心学习我们要得到像上师一样的这个慈悲心。然后善知识如果有智慧证悟了，那我们要向他的智慧学习我们在善知识身上要得什么呢？要得到什么？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在这个善知识身上要得到的东西呢，不是其他的这些世俗的东西就是要得到这个法法我们刚才讲了，就两个字以外没有法教和正教和正，正就是戒定慧三个都是正。我们意志上师的目的就是我们能够得到戒能够得到定能够得到这个慧戒定慧然后这就是正教是我们去学习闻思主要是闻思去学习听闻佛法，然后呢思考这个佛法的教义那我们比如说依止了某一个善知识我们这三个都得到了比如说我们也就听也有听法，也有闻也有思，闻和思这个方面也满足了然后呢戒定慧也有得到了戒，也有得到了定和慧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一直善知识的这个目的，已经圆满了我们的心愿。如果我们抑制了某一个这个上师，然后呢我们第一个没有听闻佛法第二个就没有去思考听都没有听，那怎么去思考呢？没有听闻闻思方面没有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第一个这个教法没有得到，然后戒定慧上面呢我们没有得到没有得到戒，没有得到定和慧，什么都没有得到，那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得到正法、教法、正法都没有得到，那我们意志上师是为什么呢？意志上师是没有用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所以比如说我们抑制了某一个上师，然后呢上师也就给我们安排了太多的世俗的东西去花园去给他修庙等等就是除了这些以外呢更多带动带40、60、70、80、90个人去朝山就是除了这些以外，就是做火供会供这种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大家这个学佛的这个道路上呢，也不要迷茫自以为是在学佛但实际上呢不一定是，这些都是不一定是学佛所以我们这个时间不能浪费就是要在这些闻思修心这些上面呢就花一点点的时间的话，那也会有这个回报如果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事情上面呢花了太多的时间最后也都是浪费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必须要知道第三个我们意志上师最终要干什么最终就是要修和学上师的义性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慈悲心然后出离心、慈悲心还有证悟空性这些行就是弘法利生的这些这个行为六波罗蜜的这些行为这些都要去这个学向过去的佛菩萨学习，向善知识学习善知识佛菩萨他们怎么做我们最后我们也就这么做
啊，这个就是我们意志上师的这个目的啊，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这样子啊。最后这个正午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修大圆满呐、大手印啊，还有就是像禅宗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就需要这个上师的加持，没有上师加持根本没有办法这个证悟啊。所以呢，这个上师呢，我们也一定要找到一个有加持的这个上师啊。如果上师没有加持，我们自己是有非常非常虔诚的心啊，一颗虔诚的心，这样子行不行呢？也不行的啊。如果上师没有加持啊，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啊，没有什么这个加持。然后呢，我们有很虔诚的心，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功德呢？有功德的啊，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点点的这个，因为这个不是因为上师好，是因为我们自己虔诚，也会得到一点的这个修心上的收获，会有一点点啊。但是因为最关键的问题上就出了问题啊，上师没有这个加持，那么我们心再虔诚啊，都是最后得不到这个很大的成就，所以必须要找到有这个加持的这样子的这个上师。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最后就是可以学这个上师的这个一行那这样子我们最后就是这一生当中就变化很大我们如果找到了真正的这个善知识的话，那我们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修心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行为，还有就是从内在的精神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收获，都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变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意志上师以后这个所获得的一些这个结果这都算是一个意志上师的结果成就所以这个必须要有找到这样的上师，然后呢我们就这个自己努力的去学习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一些这个收获这个是我们修无加行之前呢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意志上师的方法接下来呢大家自己学习第一个就是看这个大圆满的前行这个我们刚才没有一个字的解释其实不需要自己看就知道了。还有慧灯之光里面呢，在这个之前也就已经讲过了意志上师的一些方法呢，讲过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就是比如说像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这个里面呢没有讲到的一些这个慧灯之光第二里面讲过了。然后呢这个大圆满的前行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的，有一部分呢慧灯之光里面还没有讲过也有这样子。所以我们修这个慧灯禅修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这个参考的书呢就是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大家要读要学习。然后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去学这个大圆满的这个心系修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去学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华严经华严经的这一部分意志上师这一块也要反复的去学这个跟其他的论是不一样的，这是佛经佛说的佛说的这个善知识有这么重要那就是有这么重要了这个不是某一个高僧大德或者是某一个佛教的学者说的话这不一样了佛说的这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认真的去学一下这个华严经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最后就知道这个意志善知识的重要性。这样子今天我们这个慧灯禅修的课就讲到这里明天呢就准备讲这个无加行无加行里面的第一个皈依
这样子。然后呢，还有10多分钟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交流。上师晚上好，这是一个网络问题。顶礼上师，请问观察上师里提到上师应该是一个证悟者，特别是密乘以及大圆满的上师，但弟子愚笨，如何才能知道上师是否是证悟者呢？如果我们自己去观察的话呢，可能是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上师是不是证悟的。但要去看上师的，比如说我们机制的一个上师他的上师有没有说过他证悟了那么如果有说过如果有认定他证悟，那就是证悟了。那我们自己直接去观察这个有点不好观察。好的，谢谢上师。这也是一个网络问题。顶礼上师，我是慧灯禅修班海外的学员，现在在修四加行，最近受了大圆满的灌顶，也承诺这个在3年之内完成50万的加行。我们现在计划的现在开始修皈依，同时也继续修四前行。请问上师，这样的修法是否如法呢？感恩上师。修皈依同时修四前行的话，如果有时间也可以的。比如说一天的有一部分的时间修皈依，然后另外一部分时间修四加行的话也可以的。但是一般的情况，正常情况下呢就先修四加行，有了出离心以后，然后从皈依开始修这样子的话比较好但是因为其他的原因现在没有办法这样子，必须要同时修的话也可以谢谢上师。这也是一个网络问题。顶礼上师，您最喜欢什么样的弟子呢？然后有一些弟子呢，就是没有跟上师面对面的见过，但是这样怎么样可以得到上师的摄受呢？这我想所有的上师都是一样的，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好好修行的人他是他们最喜欢的，我当然也是一样了谢谢上师。我想比如说学校里面的这些老师，他们最喜欢的也就是学习非常非常用功听老师话的这些学生，他们都是很喜欢就是这个学佛也是一样谢谢上师。这是一个现场问题。这师兄在问，就是说如何修持直观内心之法，还有就是这个以心观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若安住在这个状态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和感受？这些我们在这个慧灯禅修里面呢，那个之前讲过直观的这些修法呢，之前讲过一些，比如说像梳洗法呀，还有就是这个寂止的一系列的修法都讲过了。那这个一句话没办法说得很清楚，然后在那个慧灯之光的网上有这些视频去看这些视频然后就以心观心呢，观心的方法也有很多了比如说去观察自己的心最后就是证悟空心，有这样子的修法这个它的这个状态境界是什么呢？那如果是证悟了呢，就有开悟的境界，这叫做明心见性。如果还没有开悟的话呢，那这是极致的状态这个也是一个禅定的境界不是很高的境界，一般的普通的境界谢谢上师。上师，这是一个网络问题。请问上师，依止上师需要坐上观修吗？如果是需要，有没有多少小时的要求呢？没有，这个没有多少小时要求，这个知道就可以了。好的，谢谢上师。上师，这是一个现场问题。师兄在问，就是在修这个加行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圆满600个小时？同时就是在修这个5加行的时候，就是各10万加行各10万，是不是这个10万的数量是必须要修到量，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感受
来调整自己的修量呢？10万个数量是必须要这个修完的，但是这个数量完成了以后呢，也不一定就达到这个目标了。如果是质量上还没有做好的话，那得要重新修。但是这个10万个数量呢，50万个数量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这个要做完这样子。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多少个这个小时，这个时间呢不一定。比如说这个修慧灯的禅修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为了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情况，我们目前就要求这个每一个修法都是150个小时左右但是呢稍微更长一点呢，更短一点呢，都应该没问题的。谢谢上师。上师，这也是一个现场问题，就是在修这个外前行的时候呢，有的师兄提到，就是某一个修法修的时间比较长了，连续修的时间比较长以后，就会产生一个比较疲惫的心。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话，可不可以4种修法穿插进行呢？私家性的修法可以的。好的，谢谢上师。可以，但是他比如说比较疲惫的话呢，那个私家性呢，他的要求是疲惫的时候就修机智不思考就静下来，修这个机智，然后休息好了以后呢，再去思考这样子。但如果是比如说每天都想人生难得，有点不太想思考的话，那就换一个也可以的。好的，谢谢上师。上师，这是一个现场问题。有师兄提到，就是刚接触佛法的时候呢，他遇到了不太如法的上师，然后这个经过细致观察以后呢，就发现了这个不如法的一些行为。那么他就远离了这样的上师，重新依止了其他的上师。请问上师，这样对自己有没有过失呢？是否需要忏悔？这样的经历是否对自己的解脱有影响？这个比如说我们观察还没有来得及观察，或者是观察的不够仔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遇到这种就是发生了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首先要看，比如说我们还没有观过定还没有听过这个像密法这样子的比较深的法，那这个时候呢，虽然是认定是我的上师，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观定传法呀，什么都没有的话，那都没关系的，离开也没关系，都没关系如果是这个时候已经是观了定，然后呢传了法尤其是传了一些比较密法的比较深奥的法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时候也可以，这个时候的这个最好的方法也是原理，也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呢有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不一样呢，在内心当中就是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想法尽量的就保持清净的心但是在这个身体上保持距离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不会发生一些不如法的这个事情呢。平时自己的这个内心也可以保持一个稍微比较清净的心这个是最好的方法远离是最好的方法，保持距离是最好的方法。谢谢上师。顶礼上师，这是一个现场问题。有师兄提到说，释迦牟尼佛曾经讲过，说这个世界呢是我们人类意识的一个创造出来的产物。他对这句话呢不是特别的理解，请上师能不能举例再做一个说明？谢谢上师。这个一句话也说不清楚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很多了，这个慧灯之光的网站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视频去看看这个视频。我们平时都讲这个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是我们的意识创造，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意识的投影这方面讲的比较多。要全面的要了解的话，就看一看这些视频比较好。谢谢上师。上师，这是一个网络问题。
顶礼上师，请问把莲花生大师等佛菩萨作为自己的上师，这样进行观想，是否入法呢？当然入法了，是需要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作为一个可以沟通的这样子的上师啊，因为莲花生大师可以当做我们的上师，但我们的修行还不是很高的时候，没办法直接沟通。对。谢谢上师开始。这是一个网络问题，顶礼上师，有的新师兄对法王如意宝的功德事业不是特别的了解，在祈祷上师做上师瑜伽的时候呢，他这个信心可能不是特别的强。那么这样可不可以念上师您的长寿祈祷文，可以吗？当然不可以了，这个是可能是还不太了解法王如意宝啊。先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个索达吉堪布翻译的一个法王如意宝的略传啊，那这个里面可以了解到一些啊。然后呢，我们把法王如意宝，我们平时啊，就是这个我们后面的这无家心当中呢，上师啊的观想这些讲的可能比较多啊。这个时候呢，法王如意宝是大家要观想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法王如意宝还有就是莲花生大师观想为一体啊，这样子。所以在这个之前，如果大家不是很了解的话，那就看一下这个略传啊，这专辑要看一下，多了解一下。顶礼上师，这是一个网络问题，请问上师怎样才能与上师相应呢？拥有和上师一样的功德呢？相应就是要修上师瑜伽啊，然后呢，要跟上师一样呢，就是要修心呢，修了心。比如说上师有菩提心，那我怎么样跟上师一样呢？我也修菩提心啊。上师这个菩提心也是修出来的，那我也去修啊。修了以后呢，修出来了以后就相应了，就一样了。顶礼上师，这是一个网络问题。有师兄提到，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及平时的修行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切身实地的感受到这个上师三宝的加持呢？这种加持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呢？这个上师加持呢，比如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大坐啊、修行啊，这样子心特别虔诚，这样子的时候呢，比如说有几个时候，第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呢，也就会感受到这个上师三宝的加持，这加持呢，就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形式啊，就各种各样的形式，就到时候我们自己就会感觉到这就是上师的加持，佛的加持，会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形式会出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感觉上感觉当中呢会出现佛菩萨的这个加持，虽然它不是做梦，也不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其他的变化，但是感觉当中呢，就是接触到了一些力量那么这个就是上师佛菩萨的这个加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生病或者是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我们的修行就是这个没有进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祈祷佛菩萨，然后就是得到一些明显的改变这也是一种，就在这个3个时候会感觉到这个佛菩萨呀上师的加持。好，最后一个问题。顶礼上师，这是一个现场问题，有师兄提到这个我们大乘佛教里边有很多关于菩提心功德的一些描述，那么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菩提心为什么能灭种种特别巨大的这个恶业，然后同时令我们不堕三恶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原理就是因为菩提心呢，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慈悲心就是希望所有众生都离苦得乐，而且
不仅仅是希望啊，而且就是下决心，我要去就让所有众生离苦得乐啊，这样子这个善根呢，这个功德就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他创造了一个这么大功德以后呢，过去的这些罪过啊，就是因为这个功德就消失了啊，原理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谢谢上师开示。好，阿弥陀佛。最后大家一起回向。Sonam de dam jo ze ba nya do ne ni be da nam ba je. Yirga nan je wa long zhe ba. Zhe bin zo lian zhou wa zhou wer zhou. Om Hom Ban Zhen Ge Zhe Ban Ma Se De Hong. Om Hom Ban Zhen Ge Zhe Ban Ma Se De Hong. Om Hom Ban Ge Zhe Ban Ma Se De Hong. 阿弥陀佛，大家晚安。